一龙一虎化为人形，蓝忘机紧紧抱着指着中医的魏无羡，担忧地看着他。魏婴，你伤势如何？魏无羡一眼就看到蓝忘机腿上的血迹，眼泪汪汪地摇头，我没受伤，狐狸哥哥你的腿没事。蓝忘机面无表情，只是微微皱了皱眉，他挥手一招，碧尘便到了他手里，再随手一挥，那剑光狠狠劈在兽头7寸处，只听当的一声，只在上面留下一道血痕。这身体比我龙族的还要坚硬啊！魏无羡张大了嘴。蓝忘机摇摇头，你才300岁，此屠戮玄武足有4000年修为。4000年？这么厉害？魏无羡一直看着他的右腿，拉了拉蓝忘机的衣袖，蓝湛你别站着了，找个地方坐下来，我看看你的伤。蓝忘机了一声，抱着他来到一处角落，捏了个火诀生了火。你这些伤？蓝忘机看着魏无羡身上的道道血痕，虽然已经在愈合，可看着依旧触目惊心。魏无羡赶紧摸了摸乾坤袋，从里面拿出唯一一件衣服披上，然后看到胸口的狐狸毛坠子，你是通过它找到我的？蓝忘机检查完他身上的血痕，严肃道，你还未回答我的问题。小黑龙低着头不说话，只是盯着蓝忘机的腿上看，想了想从自己身上撕了些布条，我帮你缠上吧，你这个看着就好痛。蓝忘机摸摸他肩膀上的一道血痕，你不痛吗？魏无羡看着他浅浅的瞳色里满是对自己的担忧，还有蓝忘机因为匆忙赶来有些狼狈，连墨额带子都湿湿的贴在脖颈上。想到乾坤袋里那朵芍药，还有那些荆棘条一下下抽在自己身上和魂魄里，魏无羡突然鼻子一酸，直接伸手就把蓝忘机的墨额拽了下来。蓝忘机完全没料到这小龙动作这么快，一时没有防备被摘了墨额，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。魏婴你，魏无羡也张大了嘴巴，看着手里的墨额，他看着蓝忘机的表情恨不得打自己一下，冲到喉咙口的话一下也变成了另一番话，我就是想给你绑一下固定住你的腿，又没绳子，你这个墨额材质特殊，就将就一下吗？难道不能用吗？蓝忘机看他动作极快，都把结打上了，心想他大约不知墨额含义，只好无奈道，算了，无妨。蓝湛，你是不是很痛啊？你怎么这么傻？我是龙族，被咬一下又怎么样？说不定反而是那妖兽磕到牙齿呢。魏无羡看着蓝忘机腿上的洞就心痛，恨不得去把那屠戮玄武给大卸八块。蓝忘机摸摸他的伤痕道，那你这些伤又是如何造成的？魏无羡没想到他都岔开话题到这个地步了，居然还没有让蓝忘机忘了这一茬，只好支支吾吾道，是昨天在山上不小心进了个林子，才被打到的，不过我想今天偷偷来泡个冷泉，没想到发现了这个法阵，被这大家伙拖过来的。魏无羡探头望了望水潭方向，以那妖兽真的被定在原地，顶多是脑袋能探过去。蓝忘机仔细查看了魏无羡的伤势，你的伤没有好。按理说这种伤跑了冷泉后应该会有治愈之效，可魏无羡身上的伤却依旧如此，完全没有愈合的意思。好像是，不过没关系，过几天就好了。魏无羡见这事儿过去了，又想跟他挨蹭蹭，蓝二哥哥，你不知道那个藤条打人可痛了，虽然伤口不深，但是很难躲，你抱抱我好不好？正好我也抱抱你，我们都受伤了。小时候小黑龙就非常调皮，经常出门带着一身大大小小的伤回来，要不就是跟人打架见义勇为，要不就是追赶猎物什么地方都钻，最严重的那次是遇到霍斗的那次。每次他受伤，藏色都会抱抱他哄他。魏无羡现在有喜欢的人，自然也希望喜欢的人也能这么对自己。蓝忘机并不是第一次抱他，可总觉得从千红山回来，魏无羡看自己的眼神都不一样了，连拥抱的意味都似乎变得不同。两人抱了一会儿后，蓝忘机还把自己一条尾巴留给魏无羡搂在怀里，轻轻拍拍他的肩膀道，下次不可如此莽撞，以后去哪儿我陪你，有他在身边，这样小黑龙就不会受伤了。两人温情的气氛还未过多久，就见水潭中的那只屠戮玄武似乎正在蓄力，隐隐可见它腹中有冰蓝色的光芒越来越强盛。啊，是冷泉底的那个光，原来是被这东西吞下去了。魏无羡非常生气，他知道那是蓝忘机家里的宝物，又帮他治了伤，肯定不允许有人抢走。
蓝忘机拦住想要变成黑龙前去战斗的魏无羡，手里捏了一个诀，一滴鲜血从指尖落下，那冰蓝色的光芒突然从屠戮玄武口中冲出，一下便消失在了那个鲜红的阵法中，而屠戮玄武随即也要跟着冲过去。啊，不好，这妖兽不能过去！魏无羡因为泡冷泉没有带随便剑，只得再变成黑龙一个神龙摆尾阻挡了一下屠戮玄武，而蓝忘机当即出剑将法阵毁去，然后两条狐狸尾巴及时把小黑龙拉了回来，两人配合的天衣无缝。魏无羡恢复人形，一把扶住蓝忘机，挡在他面前，谨慎地看着因为阵法被毁而怒气冲天的屠戮玄武。怎么办呀，蓝湛？没有阵法咱们也回不去，洞口也被封了，家里人知道我们在这里吗？魏无羡轻声问身后的人。蓝忘机摸摸他的后脑勺，这里应该是木溪山，我身上有玉令，与兄长的有所感应，只是并没有他给魏无羡的狐狸毛吊坠感应深，而这个通行的阵法被毁，更需要一些时间了。那我们被困在这儿了，而且这里还有这么大的妖兽虎视眈眈。魏无羡又看了一眼蓝忘机的腿，蓝湛你还能打吗？蓝忘机看着小黑龙担忧的眼神，点点头，能。那就一块杀了他。魏无羡是来泡冷泉的，他的剑放在净室，符咒也丢在岸边自己的外衣里了。不过他作为龙族，自己的本体自然是最大的武器。蓝忘机看着兴冲冲杀气腾腾的威风小黑龙，忍不住摸摸他的龙鳞。魏婴。小黑龙立刻把小龙脑袋挨过来与他面对面，还有什么吩咐吗，狐狸哥哥？蓝忘机见他从威风黑龙立时变得如此可爱，便碰了碰他的小龙角往他身上看去。魏无羡化为龙形后身上的伤倒是看不大出来，背上比较显眼的反倒是魏无羡被屠戮玄武拖进此处的那个咬痕。蓝忘机浅色的眸子里氤氲出冰寒的冷意，反手一挥，忘机琴变到了手下，另一只手也握紧了碧晨剑。小心，你只需牵制他即可，我们先行试探，不必心急。魏无羡点点头，我知道的，我怎么可能再害你受伤？说着还借着这个距离，暗暗在蓝忘机脸颊上蹭了一下，趁他还没反应过来，便迎上了同样对他们满腔怒火的屠戮玄武。蓝忘机生怕他有事，想着他才300岁，怎能独自对上这4000年的凶兽，手中的碧晨剑顿时挥出数十道寒气森森的剑芒，攻击所有有可能的要害之处。呼，好险！一番试探下来，魏无羡龙尾卷着蓝忘机退了下来，而屠戮玄武似乎也吃了亏，一时间不敢妄动，只是颇为戒备地盯着他们。蓝忘机没有受伤的那只脚脚尖轻轻踏在龙身上，另一只手扶着魏无羡，冷静地看着那妖兽。此兽龟甲颇为坚固，碧晨剑乃是神兵，可4灵之一的玄武神兽本就擅长防御，哪怕是这甲玄武也名不虚传，10几剑砍在同一地方，竟然只能造成不浅不深的痕迹。